美伊战争爆发之后，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内部竟然是本土全面失控，因为呢，包括了机场发生了多起的撞击意外，还有安检现在也崩溃哦。过一次安检竟然是要拖到3个小时以上。那川普在这个时候还在打伊朗，其中选举共和党的选情是否堪忧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来看到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关心美国本土自己内部正在失控，特别关心到的是纽约机场在1天之内发生了2起是客机撞上地面的车辆的事故。我们来看到这个国联邦航空局是立刻紧急下令，接下来要停飞的指令就已经下了。原因到底是出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现在多个机场都出现人手不是只是不足而已，是人手都消失的这个现象，安检人员缺勤率达到最高40%。现在旅客你要出个国过个安检，光是排队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部分机场恐怕很快的都会被迫关闭。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会预算卡关国土安全部断炊，也导致运输安全局现在这些人员被迫放弃了无薪假。那怎么办呢？现在没有人上班，川普想到了一个妙招，就是去把 ICE 移民执法的人员给调派到机场去协助旅客做安检。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类似的训练这些爆裂物如何辨识，其实他们都不会。那当然 TSA 的工会就说，你让这一些 ICE 的人去做，反而会变得更加危险。事实上呢 FBI 已经多次的警告了，你这个美伊战争继续下去，伊朗可能会对美国本土发动更猛烈的攻击，这是来自于 FBI 的最新警告，包括了内部的安检会崩溃，外部的威胁会升高。但是川普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美国现在内部状况的问题之外，也来看到川普把这个焦点放在痛批民主党不合作这些说法，美国人可以接受吗？大使怎么看？刚开始会接受，现在越来越不接受了。川普现在的那一招不灵了，边际效用递减，什么坏事都是民主党干的。他前1年的时候还说，什么事干事都是他的前任干的，对，前任都是些饭桶，现在他都在什么？他在收拾烂摊子。那问题你干了1年多了，你还这样讲就不收效了，对，你已经掌权那么久了。对，现在美国这个航空安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美国的航空总署是属于联邦政府在管的，美国政府发不出钱，美国这个政府因为它多级，联邦政府这个州政府下面还有郡政府，还有这些每个政府它都有自己的税源，所以管的事情不一样。可是航空这个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所有的联邦这个航管人员机场这都是等联邦政府的。联邦现在钱出来问题了，并不是完全没有钱。只是说财政部说我会看你的职位重不重要，然后呢，我给你还是让你继续完全执行职务。那这些呢就给你裁减一点，你去请一些无薪假。那你为什么 ICE 的人还继续拿到钱？为什么 FAA 的没有拿不到钱？这就是那 FAA 就觉得就是说，好，你觉得 ICE 比我重要是不是？那我就休假让你出事啊，你知道？很多机构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机构，当然就很多这个企业出身，一到这个公务机关怎么都冗员，养这么多人干什么这些都是什么就是怎么讲呢？米虫，对不对？那问题是不是米虫？我不知道。可是呢，公务人员说实话也不是在那边随便都可以进去的。他进去他有他另外一套他的这个理念，他就是要永续的。他要怎么，就是说永业发展，他不要受政党影响，让你安心做这个公共服务的事，你也不必要去忙着赚钱，你也不是赔钱，也不是你的问题。他哲学不一样。有时候说很多这种民营企业出来就看人家不习惯，看人家不顺眼，因为民营企业都是老板都是独裁者啦，说穿了啦，他今天生杀予夺都他说你不要干你就不要干，公务人员可是有职务保障的。所以公务人员你要真正得罪他，你让他这个你要来作威作福公务人员我是替国家做事，我不是你个人的图谱对不对？所以就会变成有的时候公务员有一种心态，就是说你觉得我不管用是吧？好，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以为林肯号的马桶会自己坏
很多人都在讲说，林肯号，你跟人家天天在那边打了几十天的仗，你也不给他休息一下，对不对？然后你这几年天天调度，那怎样？丢一些比较硬的纸塞到马桶里，你就全船马桶，大家塞10个，你就全船马桶都不通了。那现在这个 ICE 凭什么他们来取？他们拿的还有薪水，对不对？美国人都讨厌 ICE，FAA 不重要，是不是？我们拿不到钱是。这个东西都是人谋不臧造成的，是对不对？都是人谋，所以川普事实上种下的恶因太多了，他未来的路会非常难走。而且公务员是不要得罪的。是公务员事实上得罪的话，你要做领导的话，就会碰到很多人就是拆你的台。是好。那同样的问题，干哥又怎么看呢？那另外也就是 FBI 有特别警告说，接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美国这个可能会被发动本土攻击，你怎么看？好，我觉得有一些事情都是在暗中策划当中，我们不能够不排除这样的危险。为什么？因为伊朗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之后。你去想想看，革命卫队他们都是傻瓜吗？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恐怕在未来，在美国当地会发生不少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像在拉瓜迪亚机场发生的这件事情，在纽约你就觉得非常奇怪了。客机去撞上了消防车，还是消防车撞上了客机？这是一架快捷航空的飞机嘛，就撞上了消防车，然后你知道这很惨啊，为什么？因为死的就是正副机长2个人，然后全飞机有一半的人，有40个人送医，他们都没事。这就代表什么？代表螺丝出了问题。我甚至觉得那可能，我怀疑那是恐攻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2个机长，你要知道，正机师跟副机师都没有看到那部消防车，都没有能够及时能够踩住刹车。然后那消防车撞上来了，怎么回事？不知道。消防车上2名这个人员送医没有事。你就知道拉瓜迪亚机场那是多繁忙，那跟 Kennedy 机场是一样繁忙的地方，它会出这样的事情，10年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人手不够是一个问题，另外恐怖攻击的隐忧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就晓得说，既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叫 ICE 是什么人？你知道是边境暨海关安全局。那这些人，他们被紧急抽调，因为川普叫那个边境沙皇叫霍姆说，你把这个 ICE 人抽调去这些机场、大机场去帮忙做安检。你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很正常ICE 去做安检很正常，不正常ICE 的人没有经过 X 光检验的训练。大家说 X 光检验有什么？还不机器摆的东西过去你就看得出来吗？没有这么简单。他们要靠他们的训练，通常训练到6到8个月，你才能够正式上任。ICE 的人员要入职是非常那个是要经过一道关卡，他们还要评分，分数够了，你才能够正式任职的。所以 ICE 跟那个 TSA 的员工都不简单。TSA 就是美国运输安全部，这些人他要看什么？他要看 X 光机过去的东西，他要查那个不明的，有时候甚至无味无色，有时候是要靠狗才闻得出来。在狗还没有来闻之前，你就要能够判断出那是什么？那是 C4 吗？那是塑胶炸药吗？还是 TNT？ 还是黄色炸药？那个都必须要有经过实际的训练，你才能够有办法去辨别的。所以因为预算卡关，那 TSA 也就是运输安全部的人，他们现在拿不到钱，就跑了。你叫 ICE 的人来补，那根本就是个馊主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边境沙皇的馊主意，还是川普自己的馊主意？但是我认为是川普自己突发奇想，异想天开要来的大。那美国机场现在很多大机场现在排队都要3个钟头以上。我们现在最好是不要去美国。我跟你讲，因为你会发现那是旅游的地狱，绝对不是天堂。好，现在美国本土的安全现在出现了疑虑刚刚是讲本土的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场战争其实现在受害最大的好像也就是美国自己的人民。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川普的期中选举？我们特别来看到美国人民现在有感的事情就是油价了。美国家庭1年汽油的支出会从$340变成一口气到达$740。油价变贵，当然这个消费支出等等都会受到排挤那消费者信心也全面的下滑，由升转
跌。再来看到美股表现，周线连4周下跌，房贷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飙升至6.53%。刚刚讲了嘛，会影响的就是政治面，摇摆州开始出现变化了。在北卡罗来纳州，胜率民主党部分现在高达了80%。上志哥怎么看？油价我们录影的这个3月24号的这天，加州刚刚的油价是5.66美金，在3月11号两个礼拜前的时候是3.5美金，但在波湾战争还没有展开之前，这一次大概是2块多美金，所以它已经涨了，已经快要100%了，已经很多。所以其实油价影响其实对美国当然会有的，但我们不得不说，因为美国自己还在产油，它没有缺。对于其实现在很多其他国家影响最多的，还是如果你油或者天然气本身是作为你的电价，包括油价，像台湾这样的话，你真的是很挫赛的。所以现在真正来看的话，到底会不会到今年年底对其中选举影响？我们必须得看。现在美国很多评论是说，认为可能要到前3个月。比如说8、9月的时候，如果这个战争延续到8、9月，那真的就是很恐怖的。否则，因为主要是美国有个特别的地方，还有美国联准会。联准会部分主要控制的部分就是通膨，它透过升息跟降息，本来2026年所有都说一定会降息，但是这一波可能不但不降息，甚至有可能会升息。就主要就是它在调控这个通膨，当然也要看多这一次的油价在美国，如果它对它的民生通膨造就影响，因为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要开车，当然很多地方都要开车，但是如果它作为它的货运跟很多事情民生物资的成本涉及到油价的话，当然通膨就一定会站起来。但目前为止，大家都觉得通膨会升啦。